么会不见了？对，莫非是当时没有存下来吗？啊，对，不见了。好，那大家就忍耐一下，就是听我讲啊。嗯，真糟糕。好，那我们这个今天要谈这个被动感官之夜的第二个页啊，是如何运作的。我们都知道，前面我们已经谈过了，史之若望在心灵的黑夜里面，其实谈的是进修者的被动之夜。那我们前面看到第一个页呢，是初学者如何从主动的进化，要进入被动的进化的那一个转化的过程啊。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心灵的感官，实际上就是主动的黑夜的第二个页，所谈的各种心灵的想象，神见、神域啊，这些都属于心灵的感官啊。所以在《心灵的黑夜》这一本书要进入进修者的时候，呃，要从主动变成被动。为什么会从主动变成被动呢？因为所谓的被动之夜，就是代表灵魂再怎么样，积极的、努力的克修，仍然会有许多不成全是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来炼尽的，所以他只能转向天主，来借着从天主的眼中来看自己啊。所以他从天主的眼中看自己的时候，他第一个发现的就是自己的可怜、无知和无能，因为他能够从天主的圣洁的眼中看到自己还是这么样的不成全，是很可怜的。他再怎么努力都努力达不到，他再怎么想要认识天主都无法这个完全的认识自己，没有能力。所以他这个没有办法彻底剥除任何的瑕疵，所以天主必须让我们从主动的修行，慢慢的能够放手，然后让自己放心的交托给他，由他来做。所以灵魂到了被动之夜呢，就开始要学习自己少做，让天主来做啊。那我这样子讲，可能大家就有点抽象因为有这样的经验的人确实不多，史之若望就说这样的经验的人很少。那我就举小德兰的例子啊，小德兰在进入修会之前啊，大概13岁，他14岁16岁进入修会，13岁半的时候啊，他有一年的圣诞节，他自己呃那个时候他其实感受到自己有一个毛病是永远改不掉的，这个毛病就是他过度的敏感。我们其实有一些人确实就有一种很敏感，就是对别人的话很敏感，对别人的眼神，对别人的呃这个这个一点点反应，他就很敏感，他觉得是不是自己得罪人了，是不是自己做的不好，是不是自己有什么过犯啊？这样敏感的人呢，在小德兰自己在描述自己小时候的时候，他就说我非常的自爱，这个自爱也就是会让他追求完美主义，然后他就变得非常的敏感。所以在1886年，也就是他13岁的时候，往年的圣诞节，他的父亲把他捧着，每一年的圣诞节
良辰没声音，没有声音。没声音。老师，你自己关掉麦克风了，你的麦克风没有开呀、谭老师，您现在你的麦克风是关闭的，您现在打开就行了。而且你的麦克风没有开。老师一直没有声音哦。现在听得到了吗？有，可以听得了。到了。好，有。刚刚的那个设备的麦克风好像有问题，就是 Google Meet 显示一个问号，好像突然抓不到设备，所以就突然没声音了哈，对不起啊。好，那我刚刚说，这个就是小的人有一个毛病，就是他过度敏感。这个过度敏感，就是会因为一点点这个别人的一点点反应呢，他就会觉得没有办法忍受，就会担忧自己是不是做错了，自己是不是得罪人了，自己是不是惹别人不高兴。然后他就会非常的难受，非常的难过，自责、自我谴责。他自己描述说，那个时候，他说如果我不小心惹我所爱的人难过了，呃，本来应该是要赶快的振作精神，忍住泪水来减轻自己的过犯，但是呢，我反而呢不这么做，我反而是错上加错，我会哭得像泪人儿啊，就是哭得非常的惨。然后呢，哭了以后呢，他觉得好像逐渐不被这个过犯，感到难过的时候呢，他又想到刚刚怎么会哭成这样，然后好像就为了他说这种，他说一切理智分析，然后知道不要什么事无改变。讲被动的黑夜就是一个人，再怎么样努力，都会到想要克服自己的罪恶、自己的小毛病，
但是他就是天主我们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好让我最终靠着自己是完成所好天主。杨晨老师，你的设备好像是怪怪的，断断续续。怎么会这样呢？现在还是一样吗？现在可以，刚刚是断断续续。这个今天很不顺利耶，不知道为什么。而且也有一个怪声音会跑进去。真是奇怪，为什么会这样？现在还是一样吗？现在很好。现在很好。好，那我们继续看看，希望不会出问题。好，那就是他说好天主必须，他说他就是没有办法改掉这个毛病。他说好天主必须行一个奇迹，让我瞬间长大。这样的意思其实就是他投降了，他完全没有办法靠着自己，他知道无法自己改掉自己的毛病，所以就在那一个圣诞节，他说以前父亲总是会准备圣诞礼物，他说我总是认为爸爸喜欢看我快乐的模样，也喜欢听我从魔法鞋里面抽出惊喜时发出欢呼声。然后他说我的国王的喜悦会增添我的幸福，他把他爸爸称为国王。但是呢，耶稣愿意纠正我童年的缺点，摆脱无知的乐趣，因此他允许爸爸因为子夜弥撒而感到疲倦，所以他爸爸那一天就很特别，因为子夜弥撒到让他很疲倦，所以就没有耐心，所以爸爸见到我壁炉中的鞋子的时候呢，不由得觉得厌烦，就说出了刺伤我的话。他爸爸说：“终于，幸好这是最后一年了啊！”没想到小德兰正在爬阶梯，就听到了他爸爸说的这句话。然后他的姐姐瑟琳知道他很敏感，所以呢，又看见他眼泪都蹦出来了，就要他不要下楼。但是小德兰就回忆说，但是德兰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德兰了，耶稣改变了他的心，所以他就仍然下楼，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照常欣喜的拆开礼物，然后他就发现爸爸又恢复了原本的喜乐。他自己说，这个光明之夜开启了我生命当中的第3个阶段，也是最美、最充满天上恩宠的阶段。然后他说，我10年间所办不到的，耶稣却满足我从未缺乏的善志，在顷刻间为我办到了。所以显然天主亲自净化了他的意志，消除了他情绪的扰动。我用小德兰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来帮助大家明白，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的经验，比较让我们能够进入到底主动跟被动究竟是什么啊？那因为我的 PPT 找不到了，所以大家就慢慢听我讲述书中的内容啊。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第2卷，也是进入被动黑夜的第2个页啊。那第2个页其实就是进入纯心灵的部分啊，纯心灵的部分，也就是我们知道，还记得，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个认知图。那个认知图
理智要通过心象来理解，对不对？那个心象是由想象力制造出来的。然后想象力如何制造这个心象呢？有3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来自于外面我们所感官接触到的事物。第二个来源是我们记忆里面所记得的经验。第3个来源是我们曾经理解过的，经过推理默想理解过的一些事物。所以想象力就把这3个东西融合起来产生心象。理智呢，就在这个心象里面呢进行推理，进行分析，然后得到知识。所以我们前面说被动的黑夜的第一个夜是净化我们的内感官，也就是净化我们的想象力、记忆跟心象。第二个夜要净化的其实就是我们的理智、意志跟这个心灵的记忆。这个是心灵的本性官能。我们前面的那个内感官是属于心灵跟身体衔接的那一个官能，所以又更进去心灵的内里啊。所以第1章他就马上开始说，天主愿意带领前进的灵魂，在离开了干枯和困苦，离开感官的第一个净化和夜之后，至尊陛下不会立刻把它放在心灵的夜里，也就是第2个黑夜。相反的，灵魂离开初学者的阶段后，通常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许多年在进修者的阶段自我修行。好，那这样的一个阶段是什么阶段呢？就是我刚刚讲，小德兰在13岁半的那一个圣诞节之前，他的那一个过度敏感的那一个毛病，经过了非常长，就是相当长的时间，他才一直在这个过程当中忍受那一个痛苦。他明明知道那个是他的毛病，但是他就是解除不掉。所以他就在这一个进修者的阶段当中修行，处在这个新的阶段，好像一个人刚从狭窄的牢狱中解放出来，灵魂更自在和满足地行走在天主的事上，比初学者还有更丰富和内在的愉悦啊。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他进入到一个这个离开第一个进化的夜，要进入第2个心灵的夜的时候，他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这个相当长的时间就是他也不需要做推理，但是呢，他还是需要忍受天主把它放在第2个夜的进化的这一段期间，会有一段的时间。好，那灵魂的进化还没有达到完整啊。那这里面它其实谈到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我们的心灵跟感官是结合成为同一个主体。这个是在第1章的第1节的第2段啊，如果你有书的话，你可以看到第2段。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进入末关，进入这一个进化的末关。我们前面谈到心灵的感官跟心灵的本性，本性这2个部分呢，实际上它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刚刚讲说，理智是没有办法脱离心象去理解的，所以我们只是在这个思想上好像可以区分，但是实际上它在运作的时候是在同一个主体上面运作。所以当感官干枯的时候，心灵也会感到痛苦。同样，心灵在得到净化的时候，感官也会得到净化。当天主直接灌注他的爱跟知识给心灵的时候，那个心灵的感官也会同样感受到宁静，感受到灵性的美味。所以他就在讲，
这一个时期第二个业的这一个进化呢，是心灵跟感官同样在受苦，跟同样在享受宁静，所以他就在这一个来来去去的过程当中，学习习惯由天主来净化他，啊，所以这个在第116页的倒数第4行，他说，在经过片刻或稍久些，甚或几天的这个夜和暴风雨后，很快会恢复到灵性原有习惯有的宁静中。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说，时而他还是会跌倒，时而他还是会感受到那个毛病会造成失败，所以他一下子经历到一种风暴跟黑夜，马上又隔了一段时间，他又习惯于恢复了灵魂的宁静，恢复了原来习惯当中被动接受天主的工作，所以天主用这样的方式来净化某些灵魂啊，他没有要他们登上如此崇高的爱的等级，好像其他的灵魂那样，用间歇性的带领他们进入默观和心灵的净化之夜。所以他描述说，时而黄昏，时而黎明，互相更替，所以就应验了达味所说的话，他降下他的水晶，这个水晶就是默观，有如饼屑。不过这些黑暗默观的碎屑从来不会那么强烈，如同我们现在所要谈论的这个可怕的默观之夜。所以天主故意把灵魂放在这一个暂时不是那么强烈的，是为了要带领他达到神性的结合。所以这样的一个开始，让大家能够知道，从被动黑夜的第一个部分进入到第二个夜呢，需要有蛮长的时间啊，为了要训练这个灵魂能够等候，习惯于这样的间歇性的天主带领他间歇性的宁静，不是很长的，好让他习惯等候天主，好让他习惯从主动变成被动。好，那他说第二节开始说，我们所说的这个内在的愉悦和满足，在这些进修者的心灵中，他们丰富而且轻易的获得享有，而且比先前更丰沛的通传。这个通传呢，会从心里面涌流出来，流入到感官，而且比感官之前的进化所享受的还要丰富。所以他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第二个夜虽然很黑暗，但是在这个黑暗的当中涌流出来的宁静会大过第一个夜。但是呢，这种第二个夜所带来的这种心灵的愉悦呢，实际上是感官所不能承受的啊。所以这些进修者由于感官部分经验到如此的通传，忍受许多的无能为力、伤害和胃口不良，甚至也会反过来导致心灵的疲惫啊。这样的描述是什么意思？这样的描述是说，他开始，我用一个例子，就是说，他会开始领受到一种内在里面的一种感动，内在里面被天主触摸的那一种激动，这种激动呢，会导致他的身体有剧烈的反应，是他身体没有办法承受的，反而身体受到一种极大的痛苦。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情况是耶稣经常碰到的。如果你看到耶稣常常在福音书当中描述他看到了一个瞎眼的，说达味之子可怜我吧，然后他就动了怜悯的心。这个动了怜悯的心的这个希腊文
spolixazomai 这个希腊字，这个希腊字是什么意思？动了怜悯的心，这个希腊字实际上是一种他的内脏开始搅动翻腾，因为他的怜悯到一个程度，他的内脏出现在里面绞痛翻腾，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啊？那这种他的身体无法忍受，甚至产生一种作呕、胃口不良啊，就是他的身体没有办法忍受心灵带给他的这种强烈的通传，所以这个这个情况就是一种在第2个页常常会有的一种出神、神移、骨头移位，好像脱臼啊。那他说这样的经常发生在当这些通传不是纯灵性的时候，也就是不只是通传给心灵，也给那些这个还不是这么成熟，也就是感官还没有这么样的强壮的时候啊。好，那大家把麦克风关掉，好吧？啊，有一点杂音，我看看。好，那我们现在进入第2章，他接着谈这个进修者的其他的不成全是什么啊？我们在前面第1章第1卷的时候谈到7罪中，对不对？7罪中是属于初学者的不成全，现在要谈的是进修者的不成全。在第1节的时候，他说进修者有2种不成全的方式，一种是习惯的，另外一种是当下的。什么叫习惯的？习惯的就是有一些习惯性的不成全的情感，还有习惯，好像盘根错节，这个树根一样扎根在自己的心灵的当中，而且感官的进化没有办法达到那里啊。那这个2种进化的不同，就好像拔树根跟砍树枝啊，或除掉新鲜的污点和老旧的物质。所以感官的进化就好像砍树枝，但是心灵的进化就好像拔除树根啊。这个树根就好像我刚刚跟各位描述小德兰的那一段经验，就是好像彻底根除了他的过度敏感，他的心灵的病啊。这个心灵的病在他比较早期的时候导致他忧郁症，长达1年半的时间，所以他无法脱离啊。那天主就在这个第2个页的进化的当中，彻底的拔除树根，他再也没有相同的问题啊。所以他说，感官的进化只是末关的门和起点，为了要导向心灵的进化，所以感官的进化是初学者进入到进修者的门，是起点。那这个心灵的进化是什么呢？心灵的进化是一条窄路啊，一个是窄门，一个是窄路，所以心灵要达到纯神性的结合，必须要有强效的洗洁剂除掉它们。他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啊。所以他说，这些进修者仍然有所谓愚钝的心智，即所有的人因罪过而来的粗鲁，还有心神涣散，还有怠慢的心灵。什么叫愚钝的心智？愚钝的心智就是天主直接灌输给我们很多知识，但是我们就是很愚钝，没有办法立刻明白他的心意。
比方讲，这个天主要我们舍弃我们的钱财，为了当下给出我们的需要。比方讲，在一个比喻的当中，也不是一个比喻，耶稣在一个会堂里面看到每一个人，他观察每一个人去投奉献，前面很多人都按着自己有余的投下去，后来他看到一个穷寡妇投了2个小钱啊，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穷寡妇的心。这个穷寡妇的心是什么心呢？首先，他如果还不够成全，他会看别人都投了那么多，我实在是很不好意思投2个小钱，所以他可能就害怕去会堂，他不敢接近天主，因为他不成全，他觉得他没有办法投这么多啊，所以他会陷入到一种比较，会陷入到一种害怕别人，担忧别人用什么眼光看他。但是这个穷寡妇不一样，他可能也因为法律的规定，他必须要去投这个钱，但是他的心可能是灵明的，他没有愚钝，他马上感受到一种天主给他的爱跟知识，所以他知道天主不会拒绝他的2个小钱，所以他就把他养生的都投进去了。所以耶稣看见这一个穷寡妇的心，就对众人说，这个寡妇投的比所有的人都多，因为其他人是把自己有余的投上，他是把自己养生的都投上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进修者他是不是处在一种愚钝的心智，还是他立刻感受到天主灌输给他天主的意志，他能够立刻做出回应。所以如果有一个愚钝的心智，进修者会常常因为罪过而带来鲁莽、粗鲁，会有心神的涣散或怠慢的心灵，也就是他没有办法紧紧的跟随天主灌注给他的旨意啊，给他的心意。他虽然好像意会到天主要他这么做，但是他做不了啊，没有办法行动。所以心灵就必须经过这个业的艰苦和磨难来光照它，使它明了和收敛。所以在第2节，也就是118页的倒数第2行说，凡没有越过这个进修者境界的人，全都有这些习惯性的不成全，如我们所说的，这些不能和爱之结合的成全境界不并存啊。所以凡是通过这个业的人，他会立刻做出回应，立刻做出反应，他会马上他会同样会得到天主通传给他天主的旨意，但是他会毫不犹豫的放弃自己的意志，然后全面的跟随他。这个小德兰在他最后的炼境的阶段，他在做补赎啊，他在做补赎的时候，他谈到，他怎么做补赎呢？他做的补赎是什么？他说，我最后做的补赎的刻苦，我要做一些特别的刻苦。那这个刻苦呢？他说，我不是要做一些特殊的神功啊。他在做入会前的准备的时候，也就是16岁之前，他要做入会的准备。他回忆说，我要如何做这个准备呢？我要如何度过这个恩宠满盈的3个月呢？他说，起初啊，我心里想，
不必限制自己过已经习惯的规律生活。各位这边看到他说已经习惯的规律生活，对不对？他说我起初是这样想的，我不需要再做特别的限制，但是我很快就了解到这段时间为我十分宝贵。有没有？他马上就很快了解到，也就是天主马上就给他灌注，给他爱的知识，他知道天主的意思啊。那这段时间为我十分宝贵，于是我决心要过一个比从前更认真、更刻苦的生活。然后他马上说，当我说到刻苦的时候，并不是要人家以为我做了什么样的补赎。然后他叹了一口气说，哎，我从未做过什么补赎，我也丝毫不被这样的神功来吸引。然后他说，我的刻苦是什么呢？我的刻苦在于粉碎自己的意志，随时预备好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啊。粉碎自己的意志，也就是完完全全的顺从天主的意志。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对应到十字若望在这里所讲的愚钝的心智，天主要借由这个业的艰苦和磨难，好像明明知道天主的意思，但是心却没有跟上来去做出及时的反应，然后就会陷入一种懊悔，陷入一种遗憾。但是天主就让这一个业的艰苦，这样的遗憾艰苦来磨练光照灵魂，让他明了和收敛，然后彻底的去除他这种习惯性的不成全，所以就能够慢慢像小德兰刚说的，我马上意会到这个我要做一些特别的刻苦。第3节119页，他说并非是所有的进修者都用同一个方式陷入当下的不成全。前面是习惯的，现在是当下的。当下的话就是每一个人情况会不一样，有些人非常容易在感官上体验到很外表的灵性事物，比方讲遇到一些神见啦，听到一些话啦，或者看到一些形象啦，默想马上又出来啦，这个是一种感官上体验到很多外表的灵性事物。他们比我们所说的初学者碰到更多的阻碍和危险因为他们在感官和心灵上容易得到如此丰富的灵性通传和领悟，所以时常看到想象和心灵的神见那而且呢，当他们很容易有这种心灵上面的神见跟想象在作动，他会陷入一种很大的痛苦，因为他明明已经不想默想了，但是就不断的出来，而且魔鬼还会经常乐于唆使灵魂刻印上所谓的领悟和感受。所以他就说，这种当下的不成全，灵魂如果不小心放弃这些神见和感受，然后改成用信德的热心来防卫，他们就很容易陶醉和上当所以这种当下的常常会让人非常的魔鬼要让他变成自以为好像能够听到天主的话，自以为自己能够跟圣人谈话，然后自以为自己出神，自以为自己非常的圣善，但是实际上呢，魔鬼更加的欺骗他，让他误以为他是如此那这种当下的不成全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人他的心灵比较容易有这种倾向，图像会出来，有一些人呢反而是完全没有图像，但是他又更陷入更大的干枯，他会恐慌，这也是一种当下的不成全。所以每一个人不同，所以我们要小心的分辨在120页我们进入到第5节，
他说，除此之外，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只要灵魂低层的部分也分享这些心灵的通传，就不能如此的强烈、纯净和有力，如同神性结合所必须有的。因此，为了达到结合，灵魂必须进入心灵的第二个业，在这个业当中剥除净尽所有感官和心灵上不成全的领悟和愉悦，使得灵魂必须行走在黑暗和纯洁的性德当中。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在第二个业，天主要更加的净化，使得灵魂完完全全的以性、望、爱三德完全的跟天主结合。那我们就进入第三章。第三章开始，再进一步的注解啊。这些进修者啊，第一节说，他们的感官已被甜蜜的通传喂养，因而被心灵涌流出的灵性愉悦所吸引和引诱，感官能够被调试，且和心灵结合为一。所以在第二个业的进化的当中，慢慢的感官就越来越跟心灵合而为一。从开始的会有阻碍，到后来完完全全经过炼净舍弃，之后越来越习惯于心灵涌流出来的灵性愉悦。各位要注意，十字王用心灵涌流出来、涌出来的灵性啊，意思就是从内里心灵的内里，好像一种喷泉一样涌流出来，不管是涌流出来平安，涌流出来喜乐，涌流出来爱，涌流出来温柔，涌流出来一种渴望牺牲奉献的爱，这都是属于天主直接在心灵里面的通传。一开始的时候，心灵感受到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也不知道辨别那一个是属于心灵的通传。慢慢的，心灵越来越习惯了以后呢，他就越来越准备好接受它，然后最后专注于它，凝视于它，凝视，好像注视它啊。然后呢，他说灵魂的每一个部分各按它的方式得到同一个灵性食粮的养育，得到来自唯一主体和实体的同一道食品的喂养，感官跟心灵就结合为一啊。所以呢，这种感官呢，好像从心里涌流出来的爱，好像也会让我们的这个感官呢更加的舒畅啊，好像它完全不做动，完完全全的被这个心里涌流出来的平安温暖沉浸在其中，它的感官没有任何的作动啊。好，那所以这一次的炼净不是分开的。在121页第3行，我们要注意到，这里讲说，处于这个进化当中，会彻底净化灵魂的这两个部分，也就是心灵和感官，因为两个进化并重，缺少其中之一，另一个也无法完成它的进化。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奥秘。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读攀登加尔默罗山的时候，感官的进化是感官，心灵的进化是心灵。而且这个心灵又分成理智的进化、记忆的进化跟意志的进化，好像是分开进行的。但是到了被动之夜的时候，心灵的感官跟心灵的本性是全然不分的，是同时在进化。开始的时候，初学者的不成全会不断的作动在心灵的感官，我们会非常依赖心灵的神见、默想、推理。慢慢的这个部分去除了以后，进入到心灵的愚钝，好像没有办法对天主的意志立刻做出回应，粉碎自己的意志，然后在这个炼净的当中，慢慢的天主逐渐的同时净化灵魂的感官跟心灵这两个部分。
啊，所以真正的感官净化始于心灵啊，真正的感官净化始于心灵。我在帮助各位在回忆刚刚我在分享的小德兰，在那个圣诞夜的当中，他听到了爸爸说的那一个刺伤他的话，那个话是让他感官会马上反映出来那一个感受，那种敏感的那个感受，但是他的心灵里头，天主给他一个极大的恩宠，他马上明白了，耶稣要去除他的童年，他要长大了，所以好像一个魔法一样，突然好像耶稣做了一个小的魔法，他突然从心灵里面克服了他的敏感，他就反而没有听瑟琳的劝告，走下楼，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所以这个心灵涌流出来的这种力量，这种耶稣给他的这种改变，这种知识，他马上可以收敛他的这个眼泪，马上展现出来欢笑。那这个欢笑呢，他也感受到他的感官彻底被他的心灵所领受驯服了。这个驯服，你看他当下没有让父亲察觉他难过，反而他这是真的，好像往常一样拆礼物，非常的欣喜，看到国王也欣喜，他也同样的欣喜，但是他的心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他已经刹那间就懂得了这一个心灵涌流出来的那一个喜乐是什么，然后彻底的净化了他的敏感。我用这样的例子也许比较容易帮助大家明白使徒若望在第3章的第1节所讲的什么叫做感官的净化始于心灵啊。所以这个所有的不成全和错乱无序都根源于心灵，也从心灵中得到它的力量。所有好的或坏的习惯全都牢固于存在于心灵中，所以非等到这个习惯被净化后，感官的叛逆和恶习是无法完全净化的。所以第2节他第1句话强调，接下来的这个业2个部分结合起来，同时被净化，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他也进一步解释为什么低层的净化在前面第一章第1卷的时候会有先低层的部分的净化，因为低层部分的虚弱没有先经过整顿，后来在天主内借着与他甜蜜的愉悦交往的经验所强化，他是没有办法经历到后来天主给他的强化啊。所以前面先经过了一个去除七罪中的一个感官的净化之后，进入到第2个页的时候，他才能够明白过来啊。好，接着下来他又继续的解释啊，这个第2个页的净化是感官以某种方式和心灵联合起来，以更大的刚毅一起被净化和受苦啊。所以这个接下来第3节谈到，由于进修者在与天主的交往和行动当中，仍然非常低俗，非常本性。为什么会在进化的过程当中仍然非常低俗、非常本性呢？第一个原因是心灵的黄金还没有被净化和光照，为此他们仍然如同幼儿那样了解天主和谈论天主，也像幼儿那样认识天主和感觉天主。这就是刚刚也再回到小德兰例子，他仍然期待着那个圣诞礼物，仍然期待着他的快乐会让他的国王一起快乐啊。他以为这样的方式会悦乐天主，会悦乐他的国王。按圣保禄所说，因为他们尚未达到成全，也就是灵魂和天主的结合，
达到这一个结合时，已经如同大人了所以会在其心灵成就大事，因为他们的工作和官能更是神性的，胜于是人性的。所以呢，当他进入到第二个业，彻底被剥除这种不成全以后呢，他就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好像马上就能够明白天主的心意，马上就能够明白天主的旨意。那我在这里也再一次的分享一下小德兰在他得到了这个被动的进化以后，他是如何的马上获得一种天主给他灌注上的知识跟意志他现在开始内心涌流出来一种灌注的认识，他发现他自己就像中途一样，他突然认识其实他自己就是中途，耶稣使他成为捕灵魂的渔夫所以他开始从内心里面涌流出来热切渴望罪人的皈依，他突然明白天主要他为罪人祈祷，为罪人的皈依而奋斗，所以他感到一股爱德进入心中，感觉到他需要忘掉自己来使人快乐，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成了一个快乐的人，因为他忘掉了自己。有一天有一个主日，在一个主日当中，他注视着耶稣的十字架，在他的内里有声音跟他说：“我渴，耶稣，我渴。”这个我渴回荡在他的心中，他马上明白了一件事情，天主给他放进去他的内里一个很大的渴望，这个渴望就是为一个大罪人的灵魂获得拯救。然后他就听说了一位大罪人叫彭奇尼的死刑犯，所以他就说：“我愿意不计代价阻止彭奇尼落入地狱。”这个渴望不是他自己来的，是他的内里天主直接灌注他的旨意给他。那因为前面他已经通过了那个灵魂的这个心灵的被动之夜，所以他已经进入到一种立刻灵敏到天主的意志，所以他愿意不计代价的阻止这一个灵魂落入地狱。他自己不能够做什么，因为他在隐修院，他什么也不能做，他就借着献弥撒，我将无主耶稣的无限功劳及圣教会的保障献给天主。你看他马上有一种知识，他能够为一个大罪人所做的最大的功劳，其实就是主耶稣的无限功劳，还有圣教会的保障。他把这些他所拥有的献给天主。你看看他竟然说，我能够支配天上的宝库，我能够支配我所拥有主耶稣的无限的功劳。这样的知识不是平常有的，这是天主灌注给他的知识。他好像拥有了全部的教会，他好像拥有了全部天主的无主耶稣的功劳。所以他接着说，在我的内心深处有一种确定感，我确信我们的渴望将会得到满足，但是为了给我勇气好继续为罪人祈祷，我对好天主说，我确信他会宽恕可怜的彭奇尼，即使他没有办告解，也不做任何悔改的表示，我都如此确信耶稣的无限仁慈。但是我只向耶稣祈求一个悔改的记号，好使我得到安慰。所以后来小德兰就从报纸上得知，彭奇尼在走上断头台的时候，的确他没有办告解，但是好像他就突然受到了一种感召，彭奇尼拿起神父给他的苦像，对着圣殇亲吻了3次，然后他说，
小德兰说，这个记号是耶稣为吸引我替罪人祈祷而赐下的另一个恩惠。所以我们就了解到什么叫做当天主把这个灵性的这个进化完成了以后，一个人就能够在内心里面，不论是他的官能、情感、感官、理智、意志等等的，都剥除净尽，而且跟天主完全的结合。这个结合是他的整个灵魂，不论是心灵的感官跟心灵的本质，通通都跟灵魂结合在一起。所以上主借着单纯和黑暗的默观，在灵魂内完成了一切啊，这就是第二个夜的进化。接着第4章，他要解释首个诗节，所以我们就看到第一个心灵的感官的进化也是同样的诗节，到了心灵的黑夜第二个夜的时候，也是解释同一个诗节。也就在证明史作望在讲第二个夜跟第一个夜诗节是一样的，但是第二个夜的进化是包含第一个心灵感官同时一起再次被进化。好，所以他在第1节开始解释，现在我们已经明了这个诗节所谈的是默观的进化，是心灵的剥落和贫穷，这些几乎全是相同的一回事啊。所以他说，我灵魂的领悟完全处于贫穷、被舍弃、没有支持中，以及我的理智处于黑暗中，我的意志于困窘中，我的记忆于忧愁和痛苦中，使我存留在纯性德的黑暗中。此乃这3个本性官能的黑暗之夜。只有我的意志被痛苦、忧愁和渴慕天主的爱所触动，我离开自己啊。所以黑夜初临，悬念殷殷，灼然爱情，幸福好运，我已离去，无人留意，无事已然尽息。所以他在解释的时候就说，同样的一个诗节，但是描述的是自己的灵魂的理智、记忆跟意志。理智完全处于黑暗，意志处于困窘，记忆处于忧愁跟痛苦，使得灵魂只能转向信德，只能在信德的黑夜当中，借着意志被痛苦跟忧愁跟渴望天主的爱所触动，而离开自己。彻底的离开自己，离开自己卑劣的模式，我虚弱的爱的方式啊。所以这个第2节他说，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幸福和极好的运气，因为借着灭绝和尽息我灵魂的官能、情绪、欲望和情感，我离开人性的交往和活动的方式，而达到天主的活动和交往。所以他的理智已经全然是天主的智慧，他的记忆全然是天主当下给他的领受，他的意志全然是天主的爱。所以他说，我的理智离开自身，从人性和本性变为神性的啊。所以所谓变为神性的意思，就是他所理解的都是天主给他的，他所记得的都是天主要他记得，他所追求的都是天主的爱啊。所以理智不再借着本性的活力和光明来理解，而是以他所结合的神性上智。所以他好像突然可以明白天主的意思，他好像突然记起了天主的荣耀，天主的记起了天主必会成就啊，他好像突然能够被天主的爱所充满，然后做出牺牲。
所以他在124页的第一句话说：“我的意志也离开自己，变成神性的。因为和神性的爱结合，他不再以卑劣的方式去爱，使用他本性的力量，而是以神圣的力量和纯洁。意志不是以人性的方式运作来跟天主交往。记忆也是一样，已经转变成天主的光荣和永恒的领悟。所以最后灵魂的所有力量和情感，借着救人的炼净之业，完全被天主神性的刚毅和愉悦所更新啊。所以我想第1章到第四章呢，其实是不容易懂，因为我们多数人都没有这样的经验。那我借着小德兰的经验，他所描述的，来看看是不是大家比较能够借着小德兰的例子，能够揣摩出始至若望在第1章到第4章要告诉我们的第2个页是如何运作的啊。好，那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很抱歉今天一开始的时候，一方面我的简报找不到，第二个又出现那么多麦克风的问题哈，请大家原谅。好，那我们现在有一点点时间，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梁晨老师，我先问一个问题哦。是，我已经有了这一本，虽然是在黑夜里，我已经差不多看到1半多一点。是，我是发现可能是翻译上的问题哈。我要问的问题是，通常我们讲教会的，譬如说教会的信理啊，那我们是讲教理或者教义，对不对？教会的教理跟教义啊。那可是我发现，那这个译者就是在很多地方，他把圣十字若望，也是说十字若望的教义或者教理。我要问的是，对一个圣人的教导，我的想法，我想可能是，我不知道西班牙文，我知道英文可能是1个字或者是2个字，可是对一个圣人十字若望，他的这一些思想教导，难道可以把它称为圣人十字若望的教理或者教义吗？对，因为我也没有，你是在看哪一页啊？哦，很多是不是？很多，大概从因为它是片段的。OK。如果好，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一页的例子，然后我回头去查一下西班牙文，好不好？好，后来我用我给你的私人的 line， 我写在你的私人的 line。对，然后我如果查到的话，我再写在群组当中啊。好，我先问到这里啊，有人要讲话。好，谢谢 Maria， 你请说。是，唐老师，谢谢你的分享。我有问题请教您，在今天的表述里面，初学者跟进修者哈，我的问题是，我们前面的卷1的这个感官的页，算是初学者的阶段吗？应该是说初学者要进入进修者的那一个就是中间阶段。所以我延伸就是说，登山的时候的外感官的进化，那个一定是初学者，然后之后对就要去判别是不是要进入这个从默想到默观，也就是要进入心灵的主动之业。那个时候是不是就已经脱离初学者，进入进修者？有时候在他的表述里面，这里好像就是进入进修者，
实际上应该说，整个的主动之业都还是属于初学者。OK， 那包括被动的感官进化，或者他说的不是进化，他说这个被动的感官叫做约束。他有一个地方说，也就第3章的第1节121页的时候，1、2、3、4。第5行，他说感官的业更应该称之为欲望的革新和约束，而非进化。所以如果他的说法就可以说，主动的感官跟心灵跟被动的内感官的这个进化都是属于初学者。他这里的意思可能会容易让我们误解跟前面混淆。他这里在讲的是，当我们进入被动的第2个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所说的感官的业是要被称为欲望的革新和约束，而不是进化。那但是真正的但是这个前面的第1卷的第1个页，那个时候那边称的感官的业是进化。到了第2个页的时候，因为是心灵和感官同时又合在一起被进化，所以这个感官的部分，他说这个阶段已经不是进化了，是革新跟约束。你可以明白我要讲什么吗？所以您刚说的就是所谓，当我们在讲第1个页的时候，就是主动；第2个页的时候就是被动。不是，我现在讲的全部是被动。OK， 所以你现在在讲被动的时候的第1个感官之页，第1个页，对，那个是进化。那现在在谈的是第2个页，他说，你看第3行，他说第2个页，处在这个第2个页的进化当中，会彻底净化灵魂的这2个部分，就是心灵和感官，对不对？然后因为2个进化并重，缺少其中之一，另一个也无法完成进化，所以真正的感官进化始于心灵。所以在此我们所说的感官的业，意思就是在讲的是这一个同时进化2个部分当中的感官的部分，应该更称为欲望的革新和约束，而不是进化，因为进化已经在第1个页完成了。所以革新跟约束是比进化更深刻的。对，因为革新意思就是说原来的不成全再更成全，所以原来已经进化了，它已经能够进入到心灵的末关了，但是这个末关仍然还有许多的不成全，所以在第2个页的进化当中，是因为是同一个主体在进化，所以心灵的进化也同时会影响到感官的革新。OK， 所以总结来讲，可以说是登山的主动的感官跟心灵，跟黑夜的感官的这个被动的业，基本上是属于进化，而且是初学者的阶段。到了心灵的被动之业，这个同时，而且是这2个之间会隔一段时间，长的时间，那每个人不一样。然后之后做的就更彻底的，那个所谓的彻底是包括感官也含在内，因为也就是说感官的业需要在被动的心灵的业才能够彻底的被约束住，可以这么说吗？对，就好像我刚刚跟各位分享，当小德兰已经通过了这个心灵的第2个业以后呢，他在望着十字架苦相的时候，他仍然会听到耶稣跟他说我渴，这个实际上是属于感官的这个神见嘛，对不对？但是他并没有，他这个感官的这个神见反而是带给他内里面涌流出来为大罪人的赦罪，他明白是天主要给他的旨意，所以这一种感官的是属于革新，是一种约束，它不再是需要被净化了。OK， 好，谢谢老师。哪里啊？
好，还有没有分享呢？范老师，我不知道你有上来，好久不见，你有没有什么要说？谭老师啊，那对，个其实我一直在偷听，嗯，非常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你又领着大家在读这么珍贵的书籍。那个你在讲的时候，我一直在认真的听。黑夜呢，去年已经读了一遍，这一次呢，趁着你领读啊，我又把这个书又重新做了一次摘要，然后把这个要点呢，这次都抄在了笔记上，感触啊更深。今天你讲的内容，我的一个想法是啊，就这个感官的黑夜和心灵的黑夜，可能圣施多若望呢，把它分开来说，这可能是一种，这是我的一种感受了，这可能是一种表述上的方便。实际上这两个阶段没有办法完全分开，即便是一个人到了，已经达到了心灵的黑夜的阶段，仍然存在着感官上的不成全。那么在处在感官阶段的不成全的时候，也可能会有心灵的那个光亮。所以呢，它是不能够这么截然的分开，按阶段性的来进行划分，这是我的一个感触。有的时候，当你正处在非常非常困苦的时候，正处在找不到出路的时候，也可能突然之间灵光一闪，你感觉到那样的一种愉悦，那样的一种通透。我现在呢是有这种体会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圣施多若望在谈，现在呢他已经进入到谈这个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的人的痛苦。我在品读他的这种陈述的时候，我总感觉，圣施多若望把这种痛苦描述的好像是有点过于恐怖了。实则不然。去年读完了那个他的攀登，加尔穆勒山以后，我感觉，当你心地坦然的时候，当你知道你要经历什么的时候，这种痛苦好像不那么痛苦。就是你能够很平静的去看待它，尽管你感觉到没有出路，感觉到痛苦，感觉到那种求而不得的那种焦渴。可是当你知道这是你必然的阶段的时候，当你知道你只有通过这样的一个路，你才能最后体验到最后的和天主的那种结合的时候，我不感觉到那是痛苦，反而那是一种快乐。所以有的时候痛苦和快乐，好像是一直在变换。这是我的这么一个体会。圣施多若望也提到，这是这样的一个痛苦，就是自我毁灭的痛苦，其实也是一种复活的快乐。就是我们看怎么去看待它。那如果你要是总是感觉到这样是一种痛苦，无法解脱的痛苦，可能到最后反而不能成全。谭老师，这是我的一个感触，不知道对不对？谢谢你。我非常同意你所说的，而且你在说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你有这么深的体会。的确，就是说，当我们已经，这就是我们读过这些书的很重要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好像预先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第二个就是说，当我们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心里
越来越坦然、越来越单纯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经历一个很奥妙的地方，就是我们突然会觉得牺牲是不是那么难的事情，反而会享受在牺牲的当中，所以牺牲就变成喜乐，牺牲变成不是痛苦。但是在牺牲的当下，有时候又感觉到有一点点痛苦，但是这个痛苦马上就过去，转化成喜乐，或者是说一种哀伤突然转化为喜乐，辛劳转化为愉悦啊，这都是在这个黑夜的当中我们会有的体会。但是在描述的时候，我非常同意你说的，是在被动的过程当中，被动进化的过程当中，是感官跟心灵好像没办法那么区分，因为本来心灵的感官也在心灵内啊，所以确实它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划分，也难怪刚刚这个 Maria 她所问的这个问题，也就是执着王会在这里会说那个感官实际上应该称为，就是在第二个页应该称为欲望的革新和约束，好像他受了心灵完全的约束啊，只配合着天主的意志在行动啊，或是在领受啊，所以确实当我们真的体会到第二个页的时候，我们绝对会有一种经历，就是很乐于牺牲，很乐于受苦，因为我们很明白受苦反而是祝福，很明白牺牲反而是真正的福乐啊。这是我的回应啊，我觉得你已经体会很深，这样谢谢谭老师。还有人要说话吗？好，如果没有要说话的话，那我就把时间交给丽玲。哦，对不起，我是不是可以？好，请说。有一个小的建议哈，那就是每一次在祈祷的弟兄或者姐妹，当你们结束的时候，结束祈祷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提醒大家？因为我们都有50多个人，提醒大家关一下麦克风，因为我觉得真的需要提醒，有的时候是忘记，是不是可以提醒一下？这样子我们不会有杂音。你说是就是那个刚开始的祈祷是不是？就是刚开始祈祷结束以后，那个负责带领的弟兄或者姐妹，就是提醒大家关麦克风。对，好，谢谢。是为大家，真的是为整个的品质，为大家。好，谢谢建议。谢谢。好，那我就交给丽玲啊。好的，今晚的课程还蛮丰富的，谢谢谭老师，还有线上的弟兄姐妹，为我们做了一个很精彩的一个回应。有很多课程还是要回到生活中，慢慢的去体会跟去练习，当然还要去靠天主给我们的恩宠。好，现在我们安静下来，我们来做会后祷。请恭化神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亲爱的天主，感谢你借着圣十字若望的教导，带领我们更深的认识心灵黑夜的奥秘。当我们无法明白你的作为，感受不到你的安慰，甚至只看见自己的贫乏、软弱与有限的时候，求你使我们不要灰心，不要急着逃离黑暗。求你赐给我们淳朴而坚定的信德，使我们不再只依靠自己的理解、感受与能力，而是在看不清楚的时候仍然相信你，在心灵干枯的时候仍然渴望你，在无力
的时候，仍然是愿意把自己交给你。愿我们将今晚所领受的一切带回我们各自的生活中，在每一次的不明白、困难，还有等待中，学习以信德来回应你，以爱的对待他人，并以盼望继续前行。感谢天主今晚的陪伴与带领，也祈求你降福带领我们的谭老师，还有线上的各位弟兄姐妹，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受到你大大的祝福。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感谢大家，我们期待下个礼拜天晚上7点半见。祝大家一夜好，大平家晚安。安。好，谢谢谢丽玲，谭老谢谢师，谢大家，谢丽玲，晚安，谢谢大谢谢家。大家，好，拜拜。晚安，大家晚安，晚安，平安，晚安，平安。谢谢老师。谢谢谭老师，拜拜。哎，谢谢。